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转眼呢，双11又到了大家疯狂剁手、商家们疯狂割韭菜的季节。那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传说中的智商税。智商税这个词呢，近年来也非常流行，是一个网络流行用语。仿佛我们随意追逐一下时尚，买点什么看起来很高级的东西，就肯定是交了智商税。那我本人呢，也是买了不少这种智商税产品。那在视频的最后呢，我会以一个彩蛋的形式跟大家展示一下。说起智商税呢，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是我有一次在找一些美容产品、美容仪器的时候，然后下面就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智商税产品。那我在网上呢也搜了一下智商税的概念。就是说呢，你在当下这个购买的瞬间呢，智商下降了，因此呢花了冤枉钱。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你当下购买的冲动战胜了你的智商，让你的智商给下线了，因此呢你被忽悠了。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就想跟大家拆解一下忽悠人的一些套路以及背后的一些逻辑，让大家一起呢少缴税多省钱。那么我大概呢把它分为了以下3个套路。第一个套路呢就是广撒网找傻子，就比如我们海外华人经常会接到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话，今天是移民局打来的，明天又是 ATO 打来的，后天呢可能又是某个快递打来的。总的来说呢，他们会告诉你们一些骇人听闻的这个值得你注意的紧急的消息。给你传达的信息呢就是情节很恶劣，后果很严重，比如说你的账号被冻结了，比如说你涉嫌某起犯罪案件，再比如说您的包裹已派送2次无人接收，这是最后一次通知，这是最后一次通知。那再比如说最近非常流行的遍布了各个妈妈群的这个免费教画画的这一些老师，那很多人就会说了，都这么明显的骗局了，怎么还会有人上当呢？很多人就说这个骗子太多了，傻子不够用。其实呢，骗子包括很多销售人员都是知道的，永远是 numbers game， 只要你网撒的够大，你就可以找到你的目标用户。只要骗子够勤奋，傻子就一定能被找出来。第二类套路呢，就是制造高大上的人设，从而制造一些权威感。比如说一个普通的保健品，如果一个普通的营销人员跟你推销，那你肯定不会买。但是如果是营养协会会长、健康协会主席给你推销呢，那效果就不一样了，它的权威性呢就摆在这儿。类似的 title 呢，还有美国某某机构认证某某教练、年度最具影响力企业家、年度最具影响力创业者、某某集团创始人、某某品牌合伙人、某某活动联合发起人。其实这些 title 呢都是可以自己打造出来，别人推出来的，甚至呢这个协会都是你自己去注册、自己去创造出来的。包括说有一些看起来真的很高大上，比如说福布斯榜单上的一些 title 呢，你都可以去花钱买到的。所以真的不要太迷信这些专家呀或者老师的 title， 你去购买某样物品或者你去购买某样服务的唯一目的就是这样服务或者是这个物品是可以给你带来价值的。那第3个套路呢，就是打造某个概念，就譬如说前2年非常流行的是纳米技术，美容仪要纳米的，枕头要纳米的，这个抽油烟机要纳米的，甚至连这个擦厕所的这个海绵都要纳米的。但是作为我们小老百姓来说，这些所谓的包装的高大上的概念，我们并不知道它有没有用。再比如说，那这2年呢流行量子，所以就出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量子波动速读班，还有这种量子波动速读的比赛。那这些呢都还是比较好甄别的，还有一些比较难甄别的，比如说前2年特别火的这个号称是女乔布斯的伊丽莎白，她呢就发明了一个这个仪器，据说呢这个仪器用1-2滴血就可以快速的检测出300多项这个血液的检查，方便安全快捷。所以当她发布这个产品之后呢，很多投资人都注资了她的公司，并且呢有很多政界的大佬都站出来为她站台。但是最后呢，发现这整件事情不过就是一个大乌龙。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其实不只是我们小老百姓会交些智商税，其实很多大佬呢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嘛。那说完他们的套路呢，我就想来说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些套路。其实无非就是利用人们的一些心理，我把这些心理呢也归为了3类。第一类呢就是焦虑和恐惧的心理，那人呢都会有一些自己比较恐惧的事情，比如说呢女生怕老、怕丑、怕胖、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那男人呢就怕穷、怕没有社会地位、怕被人看不起。所以所谓的需求、所谓的痛点，其实就是人们惧怕的一些地方，人们恐惧的一些点。那商家呢就会巧妙的用一些话术，把你恐惧的这些点放大了，于是给你制造出一些需求。
这就是为什么呢？抗衰老的产品永远那么贵，孩子的补习班呢永远是不停歇的，母婴产品永远是所有消费品类里面排名第一的。第二个心理呢，就是大多数人都想速成，想不劳而获。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呢？很多商家会推出所谓的1周包你瘦5斤啊，无效退款，然后30天包你过雅思，包你过托福，包你过 GRE。这时候你一听到无效退款呢，那你的心理防线就崩塌了。你就想，要没有效果，大不了我退钱吧。可是呢，当你真的没有效果，要求他退钱的时候呢，这时候他的先决条件就会摆出来了。他会说，我的产品再好也扛不住你这个睡眠不规律呀、饮食不规律呀、不坚持运动啊。好了，那就是说您这个产品是肯定有用的，如果没有用，那是消费者的问题。但是呢，即使这样，依旧会有很多人去买这些减肥产品。为什么呢？如果我告诉你减肥就是要改变你自己的生活习惯，改变你的饮食结构，你要多吃粗粮，多吃全食，少吃精加工的食品，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的恐惧。完了，我这不能熬夜了，我这不能吃零食，不能吃垃圾食品了，那我要改变的太多了。这就是实话。但是商家呢会告诉你，你什么都不用改变，你只要吃我们的产品包瘦。你说哪个来的会更有吸引力？但是最后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会痛心疾首的说，哎呀，我交了个智商税。但是过2个月呢，他因为强烈的不劳而获的这个心理，他可能又会去试错另外一款智商税产品。所以这商家呢总会长到一茬一茬的韭菜。第3个呢，就是从众的心理。可能你对这个商品的需求呢没有那么的强烈，但是呢，这扛不住，这就是你的社交货币呀。这很有可能就可以成为你身份的象征呢。就比如说女生年轻的时候都会买这个杨树林的口红、GUCCI 的包包、Chanel 的香水，包括小红书上好多推荐的商品。那到做了妈妈之后呢，家用电器也要小而美嘛，戴森的这个吹风筒、这个风扇、这个吸尘器全都得跟上。那男生呢，年轻的时候他可能会攒点球鞋呀，买个这个游戏装备呀。到年纪稍微长一点呢，他一定会有一条腰带扣是 H 的腰带，并且他很有可能想买一辆这标志是一个 T 得充电的这么一辆车。当然了，我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消费都是不好的消费，其实只要是这个消费给你带来心情的愉悦也好，内心的满足也好，它的价值和它的价格是相匹配的。只要你的经济能力、经济水平跟你的欲望是相匹配的，那这个呢就不属于智商税。可是呢，人就特别容易内心不满足，人就特别容易受到周围的人和事的影响。所以呢，这就要求我们内心一定要强大而自信，一定要把更多的精力花在赚钱上，而不是花钱上。毕竟呢，毒鸡汤总是猝不及防。20岁看上的衣服不肯花几个月工资买下来，等到30岁不嫌贵了却已经不合适了；30岁看上的包不肯花几个月工资买下来，到40岁不嫌贵了却已经不合适了；40岁看上的车不肯花几个月工资买下来，到50岁却发现已经用不上了。直到纯物质人生都不需要的时候才会明白，那一次次犹豫纠结留下来的只不过是会恨和伤感。读完这段，我居然觉得有一点点的道理。想反驳一下的小伙伴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给我留言。最后呢，我想说，智商在线是你消费商品，而智商下线了是商品消费你。少毒鸡汤，从我做起。智商是个好东西，希望你我都可以时时刻刻的拥有。那今天的话题呢，就聊到这里了，不要走开哦，后面还有彩蛋。那你买过什么智商税产品呢？也欢迎给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给大家介绍3款智商税产品。第1款，威廉美容仪，像这样扣在双下巴上，打开开关，它就会发出赤橙黄绿青蓝紫外线，就像这样，是不是很有效果？第2款，促毛发生长头盔，像这样扣在你的秃顶上，打开开关，它就会发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电波，看看效果哦，感觉头皮屑都有了生命。第3款，电击瘦腿仪，像这样把它套在你的萝卜腿上，打开开关，你就能接收到模拟、数字、高频电子波的刺激，看看效果哦，感觉腿毛都有了灵魂。感谢观看。